当有一天自己生活无法自理时，怎样才能不拖累家人，不被送进安养院呢？很多人上了年纪后都会担心这件事。上一代人总说养儿防老，但随着时代改变，现在的孩子未必有能力或时间全天照顾年迈父母。我们这一代可能还觉得把父母送到机构不安心，但下一代多半会觉得必要时直接送长辈去专业机构照护是理所当然。面对老之将至，我们是要手足无措的等意外发生，还是提前做好准备，优雅的掌控自己的晚年生活呢？聪明的长辈早就偷偷选择好一条路，让自己即使失能也能保持尊严，又不给子女添麻烦。首先要破解一个迷思，许多人以为长辈被送进安养中心，一定是因为病得太重或失智无法在家生活。您知道吗？其实最大的原因往往不是病情恶化。根据卫生单位调查发现，长辈被送机构的主因依序是：第一，担心家里环境卫生太差，照顾不周；第二，害怕长辈在家中跌倒；第三，三餐营养无法管理；第四名才是病情需要专业照护。也就是说，多数家庭把老人送去机构，不见得是不愿意照顾，而是怕自己照顾不好，顾不了。这些看似琐碎的生活问题，其实比重大疾病更常导致长者无法继续在家养老。聪明的长辈正是看透了这些关键，他们提早因应，把风险一一化解，才能够一直待在自己熟悉的家中安享晚年。第一步，打造安全舒适的居家环境，提前拆除隐藏的地雷。家里如果到处是障碍物，高低不平，就像布满陷阱的战场，迟早让行动变差的长者一脚踩空。对抗衰老，环境改造是投入最少却最有效的装备升级。比如搬离没有电梯的高楼层，换到有电梯或位于低楼层的房子，减少上下楼梯的负担。如果不方便搬家，就在家中装设必要的扶手和防滑设备，浴室和走道装上扶手、防滑垫，地板清除杂物和地毯，避免绊倒。常见的浴室滑倒是让长辈卧床甚至送医常住的罪魁祸首，一次骨折可能让老人家再也站不稳。聪明的长辈会主动在浴室放置防滑垫、坐浴椅，贴心的给未来的自己多一层保障。还有家中照明要亮，尤其夜晚起床路线不要昏暗。许多人年老视力退化，半夜摸黑如同盲走，一不小心撞到家具摔一跤就可能住院。别小看这一跤，不少长者就是因为一次跌倒住院，接着再也没能回自己家。住院超过几天，子女担心安全，往往就直接安排转去安养中心休养了。有种说法是72小时真相，老人家一旦住院超过3天，返家的几率会大大降低，因为专业建议和家属顾虑常让人倾向转进机构。聪明的长辈深知这点，平日就把环境安全做好，尽量避免让自己跌倒住院的机会，毕竟不跌倒就是最大的不被送走保证。除了硬体设施，居家环境的整洁也是关键。许多独居长者被送去机构，是因为子女发现老人家家里脏乱不堪，垃圾堆积或有异味，担心卫生问题影响健康，只好请专业机构照护。聪明的长辈不等孩子嫌弃，就先把家里整理干净有条理。他们会定期清理不需要的杂物，保持住所通风明亮。如果自己打扫吃力，就主动寻求帮助，可以请钟点清洁人员每周来帮忙扫除，或善用地方长照资源，请人协助环境整理。在台湾现在的长照服务中，只要申请评估通过，就能有清洁或送餐等服务补助，费用相对低廉，存款不多也能负担。那些懂得运用资源的长者，家里往往干干净净，东西归位，不会堆满危险的杂物。子女每次探望都安心许多，自然不会动不动就说爸妈年纪大了，家里乱又危险，不如送去安养院。环境好了，老人家自己住着也舒服，身心状况更稳定。第二步，维持自己的身体机能，抵抗岁月带来的衰退。老化虽然无法逆转，但透过生活习惯的调整，可以大大延缓不能自理的到来。俗话说3分治病，7分养生。聪明的长辈从60几岁开始就很注重健康管理，
他们不会因退休就在家整天看电视，久坐不动，而是养成规律运动的好习惯。每天出门快走30分钟，做伸展体操或练习肌力和平衡，是他们雷打不动的行程。别小看这些运动，人在年过60后，肌肉量会逐年下降。如果不主动锻炼，到了70多岁，可能连站起来都有困难。腿脚无力、行动不便时，生活自理就成问题，一举一动都要人搀扶，家人负担瞬间加重。因此，聪明的长辈会勤走路、练腿力，有人参加太极拳班，有人学游泳或练气功。他们或许没有年轻人那样的体能，但胜在持之以恒。您也许见过公园里白发苍苍的长者晨练，那些天天坚持活动的老人，往往80、90岁还能自己走路上下楼，生活起居不求人。保持活动不仅防跌倒、强骨骼，还能刺激脑部，预防失智，一举多得。聪明的长辈把运动当成每天的抗老任务，因为他们明白，不用药的良方就是动起来，今日多流一点汗，未来就少一点累。在健康管理上，他们也格外积极，定期健康检查，监控血压、血糖，把慢性病控制好，不给未来埋地雷。很多老人因为三高不管，到头来中风瘫痪，才突然需要长期照护，家人措手不及。聪明的长者不会存侥幸心理，他们遵照医生指示饮食，按时服药，宁可现在麻烦一点，也不要日后中风卧床拖累孩子。除了生理健康，他们也保持头脑的灵活，每天读报、下棋、写字，练习使用智能手机，甚至学习新知识。他们明白大脑也需用进废退，多动脑可以减缓认知衰退的速度。失智症是很多家庭照护悲剧的导火线，一旦老人家失智严重到不认人，行为混乱，家属往往难以在家照料，不得不送进专门机构。在台湾，65岁以上长者失智症盛行率近 8%， 也就是说，每12个老人就有一位罹患失智，预估未来这个比例还会升高。因此，聪明的长辈会从中年开始就预防失智，保持社交，培养兴趣，多用脑。他们有人退休后参加唱歌班，有人学习书法绘画，有的甚至开始学外语或使用电脑。这些活动不一定是为了再创造什么成就，而是在给大脑持续的刺激。研究指出，受过良好教育、常参与认知活动的长者，比起整天无所事事的人，更不容易罹患重度失智症。即使难以完全避免脑力退化，至少也能延后发病，减缓症状严重程度。对长辈自己和家人而言，每延后1年失智或卧床的到来，都是极大的福音。聪明的长者深谙这个道理，所以他们管好血压、血糖，勤动脑，常用心，把失能失智的风险降到最低。第3步，保持社交互动和心理健康，别让自己成为孤岛。人的一生，无论年龄多大，都需要友情和陪伴。许多老人家身体还硬朗，却因为孤独而迅速垮掉。长期缺乏社交的独居长者，容易出现抑郁，失去生活动力，甚至加速认知退化。更现实的是，孤独的老人一旦在家中出事，可能没有人及时发现，错过黄金抢救时间。这种新闻听了让人心酸。某某独居老人过世多日，才被邻居发现，家人都不知情。聪明的长者不会让自己与世隔绝，他们非常重视建立生活中的资源网络。怎么做呢？比方说，他们主动参加社区的长辈活动中心、日间照顾中心或里民聚会。就算子女不在身边，他们和邻里乡亲处得热络，平日一起运动、散步、买菜、聊天，有什么风吹草动，街坊邻居彼此都能照应。有人甚至和几位老朋友每天定时通电话或 LINE 报平安，今天谁没出现，大家会赶紧去探望。这种老友守望相助的模式，看似简单，却非常有效。长辈们彼此安心，子女也放心。香港有句话，老友记一个都不能少，说的就是社交对老人心理的重要性。人在老了以后，朋友比药物更能治病，因为情绪孤立比身体疾病更能摧垮一个人。聪明的长辈懂得给自己找同温层，他们可能加入了庙里的义工团，也可能固定和邻居们组队去爬山郊游。
有人退休后还重拾年轻时的爱好，例如打门球、钓鱼、跳土风舞，借此结交了一群新朋友。当别的老人闷在家数日子，怀疑子女不关心时，这些活跃的长辈每天行程满档，心情开朗，笑口常开。心理学上有个词叫成功老化，除了身体健康，还包含有意义的社会参与和愉快的心境。拥有朋友圈和生活重心的长者，较不容易一心等死或胡思乱想，自然更能配合外界资源在家安养。说到外界资源，第4步就是善用长照服务及专业资源，巧借他力以成人之美。在健康乐观的人，上了年纪，身体也难免有走下坡的时候。聪明的长辈和一般人的差别在于，他们愿意及早接受帮助，而不是逞强到最后一刻才求援。许多传统的老人家舍不得花钱，怕麻烦子女，什么都硬撑着自己来，结果往往撑出大问题。比如明明洗澡时需要人扶，却不好意思说，最后真的在浴室滑倒骨折，子女反而更忙更忧心。又或者身体虚弱时死撑着不肯请外人帮忙，结果累坏了年迈的老伴或女儿，大家都陷入困境。反观那些睿智的长辈，他们很清楚小资源胜过大悲剧的道理，适时接受外界帮忙，其实是对家人最大程度的保护。他们会主动向社会资源求助，绝不觉得丢脸。现在政府和许多非营利机构都有长照服务，例如居家服务员、日间照顾中心、社区据点活动等等。以台湾为例，政府推行的长照服务体系提供多元选项，照服员可上门协助老人家洗澡、更衣、复健运动，志工或送餐服务可帮忙每天送饭菜上门，确保长辈吃得饱又均衡。还有专业护理师定期到宅健康检查，教导用药和伤口护理等等。如果长者日常生活需要有人盯着，白天可以去社区的日照中心报到，在那里和同龄人一起做体操、上课、吃饭，还有照服员看顾安全，有点像小朋友的幼儿园，不过是给长辈们的。早上家人把长辈送去上课，晚上再接回家，一整天老人家过得充实又安全，家属也能放心去上班或休息。有位80多岁的张阿伯，以前整天闷在家昏睡，太太既担心又无奈。后来他开始每周几天去日照中心报到，没想到精神好多了，不但交了朋友，每天还期待唱卡拉 OK 和做怀旧游戏。张太太更是松了一大口气，终于能有自己的时间逛市场，找邻居聊天，不用一人单打独斗，全天守着先生。像他们这样的例子越来越多，专家称之为在地老化的典范。长者白天接受专业团队照顾，增加社交互动，晚上回到熟悉的家，与家人团聚，既满足了想留在家中的心愿，又让家属有了喘息的机会，不至于身心耗竭。这样的安排其实是双赢，让照顾不再是沉重的家庭负担，而变成家人之间的温馨陪伴。有人或许会问，如果长辈经济状况不好，请佣人或日照不是很贵吗？其实政府早有补助机制，在台湾可以拨打1966长照专线1966申请评估，专员会依长者失能等级提供服务配额与补助。中重度失能的长辈每月都有一定时数的照顾服务补贴，子女几乎不用额外花大钱。哪怕经济拮据，政府也提供日间照顾、送餐服务等费用减免，确保弱势长者也能享有基本照顾。不仅台湾，许多国家早就在推行居家养老政策，比如日本有长期照护保险，美国社区也有志工定期探访独居长者。一些聪明的长辈懂得利用这些资源，把他们当作自己不拖累子女的一道保障。与其等到子女身心崩溃才求助，不如提早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。请个看护，参加日照，申请送餐，绝不代表子女不孝或自己没尊严，恰恰相反，它代表长辈有智慧，懂得借力使力，让家人关系保持和谐。因为照顾这件事一旦压得孩子喘不过气，久了亲情也会变调，反而产生怨怼。最可悲的例子莫过于有的照顾者撑到极限，甚至引发家庭悲剧。我们曾听过新闻，一位年迈母亲照顾重残的孩子将近50年，
终于在崩溃中走上绝路。那不是因为他不爱孩子，而是常年孤军奋战，身心疲惫，使他失去求生意志。任何人都有极限，家属如此，长辈自己其实也一样。如果不想让至亲走到精疲力竭、身心俱损的地步，长者就应主动接受外援，把部分照顾工作交给专业，花点钱买服务，远比将来把家庭搞垮明智得多。聪明的长辈深明此理，所以该用资源时绝不犹豫，因为真正爱子女就不逞强逞英雄。当然，说到钱，就必须谈第5步，提早规划财务，做好经济后盾，要在不拖累子女的前提下过晚年。经济独立是基本条件，如果长辈一没积蓄，二没收入，到最后医药护理开销只能转嫁子女，再怎么不愿也没办法。因此，聪明的长者从退休时甚至更早就开始盘点自己的财务，为长寿风险预做打算。首先，他们会计算自己的退休金和存款大概能够支撑多少年的生活费。如果发现存款不多，还会预估万一将来需要请看护或住机构，那昂贵的费用怎么办？有位72岁的老教授分享过他的做法。人老了，存款放在哪里最安全？放在自己可掌控又能应急的地方。他把大部分退休金放进银行的安养信托，每月只拨固定的生活费给自己用，其余作为未来长照费用专款，不轻易动用。他也特地留下了一笔钱作为雇请看护或日后医疗之用，并且明白告知子女，这笔钱就是请人照顾我的，不用你们出，将来也不要舍不得花。像这样未雨绸缪，把钱用在自己身上，其实是对孩子最好的体贴。有钱照顾自己，才不会花孩子的钱，孩子心理压力也小得多。反之，有些长辈不懂规划，年轻时赚的不多，却过早把房子财产全给了儿女，自己晚年反而两手空空。如果子女有孝心还好，万一孩子经济困难或不够贴心，老人生活品质就堪忧。常见有老人不好意思跟孩子拿钱，用度拮据，甚至舍不得吃营养餐，长久下来健康也垮了。所以聪明的长者绝不轻易把老本送人，他们宁可少给子女一点，也要保证手上留有足够的养老金。此外，他们也懂得让钱为自己所用，而不是成为负担。怎么说呢？有些老人一辈子节省，临老却守着大笔存款不敢动，舍不得用在照顾上，结果钱留着人没了，过程还受了很多罪。聪明的长者反其道而行，钱要花在刀口上，该用就用，他们不乱花钱，但也不会舍不得花在自己健康和安全上。该装的扶手就装，该请的看护就请，这些都算是替孩子减压的最佳投资。有些长者还会购买商业保险作为补充，例如长期照顾险或失能辅助险，万一罹患重大疾病或失能，可以定期领保险金来支付照护费用。还有人选择年金险或养老年金，确保活得久，也有稳定现金流，不会拖累子女。但聪明长辈也小心不被骗，不会贪图高利息把钱投机去买来路不明的产品。他们知道年纪大了，承受风险能力差，投资重在稳健保值，而非追求暴利。曾有对老夫妻积蓄数百万，却惨遭诈骗集团骗走，导致晚景凄凉。也有些贪心，长者听信不实偏方，花大钱买假药，所谓的长寿仙丹，身体没治好前先花光。这些教训聪明的长者都引以为戒，他们平时提高警觉，对电话简讯的诈骗保持警惕。重要财务决定一定咨询专业或与信任的亲友商量，不让不肖之徒有机可乘。另一方面，他们也思考身后事的安排，如果无子女，会考虑立遗嘱，把遗产交给可信任的朋友或公益团体，甚至在生前就加入一些专为无依长者设立的计划。台湾有一位前辈王先生，80多岁，无儿无女，成立了基金会，专门照顾和他一样孤苦的长者。他把自己的房子和积蓄都投入基金会，用来新建老人共居的公寓、天使居，免费让贫苦无依的老人入住，自己也与老伴一同在那里安度晚年。这种以团体力量互助的模式，让没有家庭资源的长者也能有尊严地活下去。总之，经济上不论富裕或小康，提早盘算总没错。
有计划的花自己的钱，老来生活才有底气。聪明的长辈常说，钱不是留给我用，就是留给病用。与其死后留钱增添子孙增产，不如活着善用每一分钱，让自己过得好，也减轻孩子的负担。以上这些身体、心理、社交、环境和财务的准备缺一不可，都是聪明长辈铺好的康庄大道。有了健康的身心、可靠的居家条件、完善的资源网络和经济保障，他们的老年生活自然比较顺遂。然而人生无常，哪怕准备的再好，也可能遇上最终不得不面对的难题。生命走到尽头那段路，这就来到最后一步，做好临终抉择，留下善终的安排。很多长者不愿拖累子女，除了生活起居不想麻烦孩子，临终时也不想让家人为难。他们担心某天自己重病昏迷，孩子会陷入两难，不救吧，于心不忍；抢救吧，又怕只是徒增痛苦和债务。于是聪明的长者会主动表达自己的生死观。他们有人早早签署了不施行心肺复苏术 DNR 的意愿书，或透过病人自主权利法预立了医疗决定，载明未来若罹患末期疾病、不省人事、变成永久植物人或极重度失智等情况，不希望插管急救，不愿意无限期维持生命。这种决定非常沉重，但却是出于深沉的爱。他们用理智替家人免除最艰难的抉择。试想，一位父亲躺在病床奄奄一息，如果没有预立医嘱，儿女得经历多少心理挣扎才能点头放弃急救。但如果父亲事先已签好文件，反复交代，不要救我，我不想成为你们的负担，那么孩子们虽然悲痛，至少不会内疚，因为知道这是父亲自己的选择。这就是聪明长辈给家人的最后礼物，减轻他人心灵的负荷。当然，预立医疗决定并不等于等死，而是选择有尊严的告别。如果还有治愈希望，他们也会配合治疗，只是在不可逆转、只剩徒增痛苦的情况下，他们选择接受生命的自然终点，而不让至亲陷入爱我就要帮我多活几天的矛盾中。这样的观念越来越被接受。目前已有越来越多长者完成了预立医疗咨商，并在健保卡上注记意愿。除了医疗决定，他们也可能交代身后事的细节，例如减半后事、不大操大办，或考虑树葬、捐赠遗体等等。种种安排都是为了减少家人的压力和麻烦。可以说，连离开的方式，他们都努力自己做主，做到真正一辈子不拖累亲人。综合以上种种，我们可以看到，聪明的长辈所选择的这条路，并非什么神秘的新奇发明，而是靠着提前准备、主动应对，将原本老年可能遇到的5座大山一一搬开。他们把衰老可能带来的环境陷阱、身体隐患、心理孤单、照护压力和生死两难，都预先想到了对策，在还走得动、思路清晰时，就做了关键的决定，为未来铺平道路。有人说，生命就像一场马拉松，而衰老是最后且最艰巨的那段赛程。聪明的长者就像优秀的跑者，早早备妥了装备和补给，在关键的后几公里不掉链子，最终顺利跑过终点。当然，每个人的情况不同，这条路上也许还有更多挑战，比如有的人高龄丧偶，有人身患残疾，有人子女不在身边等等。然而，只要基本的原则不变，凡事靠自己提前部署，不把难题都留给孩子，那么即便遭遇波折，他们也能泰然处之，寻求恰当的解决办法。反观那些没有准备的长者，往往只能听天由命。如果运气好，子女刚好有能力照顾，他们也许能在家中度过余生，但更多时候，结局并不如人意。我们不难听到这样的故事：某位老人一直舍不得花钱装扶手，结果一次跌倒骨折后瘫在床，女儿辞职在家照顾几年累出病，最后家人实在撑不住，只好忍痛把老人送去养护中心。而老人到了机构很不习惯，情绪低落，身体每况愈下，不久就离世。子女心中遗憾又内疚，这种长照悲歌是谁都不愿见到的。如果时间倒流，也许当初只要小小改变，例如及早请个看护帮忙翻身复健，或装备好辅助器材，就不至于走到这步田地。
可惜人生没有后悔药，错过了准备的时机，再聪明的人也难把结局逆转。所以最聪明的长辈不是等问题发生后去补破网，而是未雨绸缪，在暮年尚未完全降临之前就织好一张安全网。他们把自己的晚年视作一项专案来经营，从身体、心理到社会支持、经济安排，全方位的布局。也许有人会说，人算哪有天算准，就算准备了也可能有差池。没错，生命的无常谁都无法100%掌控，但正因如此，我们才更该尽人事听天命，把能做的先做好，准备得越充分，遇上风浪时覆舟的几率就越小。那些一路走来从容不迫的长辈，正是用行动证明了这一点。最后，让我们回到开头的问题，当我们照顾不了自己时，怎样才能不拖累家人，不进安养院？答案或许不是某个单一步骤，而是一整套理念与实践的结合。简而言之，就是4个字：靠自己先。靠自己提前规划生活，靠自己保持健康，靠自己寻求资源，靠自己决定尊严。这并不是拒绝别人的爱，相反地，这是对家人深层的爱与体谅。因为懂得父母心的子女，其实更愿意看到长辈自主的过好日子，而不是把自己熬垮，也要奉养父母一辈子。聪明的长者选择用自己的智慧和努力为孩子减轻重担，同时也为自己赢得一份自在尊严。他们的人生最后一章，虽然有衰老和离别的悲伤色彩，却依然由自己执笔，而不是把命运全交给别人书写。在这条路上，他们不是孤独的，有政府政策的护航，有专业团队的资源，更有家人的爱在身后支持。最终，他们实现了心愿，在自己家中住到最后一天。对子女来说，他们尽到了孝心，但没有被拖垮；对长辈自己来说，也守住了晚年的体面与品质。这难道不是每个人梦寐以求的结局吗？总之，照顾不了自己的时候，也不拖累亲人，是需要智慧和勇气的。但正如我们从许多前辈身上学到的，智慧加上行动，就能将看似不可两全的难题找到出路。如果您也希望成为那样聪明的长辈，不妨现在就开始思考和准备。毕竟，我们谁都会变老，现在播种，才能确保未来收获安心和尊严。记住，幸福的晚年从来不是天上掉下来的，而是靠我们自己一步步经营出来的。希望我们都能像那些聪明的长辈一样，走好自己的路，让儿女放心，也让自己开心。当有一天生命走到尽头回首时，我们可以骄傲地说，这一路我没有拖累任何人，我用自己的方式活出了最后的体面与精彩。